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看到5·1前后，比特币出现了一组快速下跌和迅速反弹，做了一组对称性的下跌和反弹的动作。那么5月1日之前的下跌，原因是之前的反弹行情在4小时级别上反弹到了200日均线压力位附近。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压力位是多重压力位。首先呢是200日均线，还有144均线、169均线。同时呢，我们看到反弹结构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我们认为反弹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同时呢，结合200日均线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上迅速开始回落。回落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下方重新形成了一个横向整理的收敛三角。那这个收敛三角，我们可以画出它的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当然了，这个收敛三角形要去掉下方形成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跌落收敛三角形底边线的一个平台，这个突出的部分我们可以忽略掉。那么目前行情存在的继续震荡的概率就很高了。我们忽略掉收敛三角形下方的这个区域之后可以看到形成了一个底边线是水平上边线略微下跌的一个收敛三角形。在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主要是为了回补4月14日到4月18日，也就是4月中旬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缺口。那么这个筹码缺口呢，我们看到了1次回补，下跌之后2次回补，未来可能进行再次下跌之后3次回补。3次回补之后，相当于一个伤口被划了出来。划出的这道伤口，我们要立刻用右手去捂住左手这个伤口，这个伤口立马就不疼了，但是还会出血。然后我们去包扎，去医院去缝合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过程，构成了盘面当中的回补动作、收敛三角形动作。那么目前经历了1次回补和2次回补之后，目前处在了一个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的200日均线压力位附近。那这里压力位是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插针。那红色线的这个插针，红色的 K 线的这个插针呢，意味着200日均线在65000美金附近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比特币仍然有机会回到61000美金之后继续它的震荡。但是这个震荡到5月中旬，我们认为将要到达收敛三角形近焦点的这个区域。那近焦点区域，我们认为是一个变盘的区域，所以呢，耐心等待回落之后发生变盘时间点，有可能出现的一个多头信号。同时呢，更大的周期上，我们认为周线级别上，比特币仍然处在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的区域上。那第1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启动时间是在23年1月，这个位置上走出悟空阳线，走8节阳线组、沙僧阳线和最终的唐僧阳线。唐僧阳线走完之后，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结束之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这里面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细游。调整之后呢，我们看到第2轮次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启动，启动之后经历了1轮次的调整，然后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组和唐僧阳线。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启动时间23年12月份，走出悟空阳线组之后，也是经历了1轮调整，然后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是第4轮次悟空阳线启动的非常快，我们看到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没有经历很好的调整之后，第4轮次的悟空阳线就走了出来。那么这轮次的悟空阳线非常类似于第3次的悟空阳线，所以呢要经历1轮调整过程。调整之后形成周点三角形，我们认为上方仍然有8节阳线，周线级别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一个预期。然后我们回到今天的云图上来这里是市值前100的云图，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大多数币种都出现了反弹甚至是上涨行情，然后市值前500的这个币种当中也是绝大部分都是出现上涨和反弹行情。那么板块轮动仍然在这里面出现，我们首先看到消息层面上，特斯拉可以通过狗狗币购买，这让某某板块再次出现了蓬勃发展。除了道指狗狗币的上涨之外，我们观察到某某板块当中的龙头 PEP 也出现了一个继续上行的动作。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目前 PEP 已经非常接近前高。在接近前高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形成了一个结构，这里的结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收敛三角形绘制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收敛三角形非常类似于比特币在4小时级别上构成的这个结构，所以呢，行情当中很多是可以触类旁通的。PEP 的这个结构呢，我们认为它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一个变盘的区域，目前出现了一个突破，但这里的突破呢接近前高，所以呢是一个风险的位置。但是有些币种像 XAI 就是我们前面文章当中提到的这个 XAI， 那这个币种呢，就是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下跌收敛三角形跌破之后形成了一个底部的黄金坑的位置。
在这个黄金坑的位置过程当中，形成了持续震荡收敛三角形。那么这个收敛三角形接近近焦点的区域发动了突破，那么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安全的位置。第一点呢是它进入到了币安平台一个次新币的序列当中，同时呢进入到了一个长期的相对长期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并且呢在底部有足够长的时间，从4月中旬到5月初，这样长达30天左右的一个横盘震荡整理之后目前有机会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突破之后，形成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结构。同时呢，前面行情当中我们给出了一个热点 B 轴 BEL， 那么 BEL 呢，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上涨和下跌，那么这里的上涨和下跌分别是由它日线级别上涨细由和日线级别下跌细由构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筹码缺口。但是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看到 BEL 调整了时间非常长，从23年2月一直调整到24年2月，调整时间长达1年始终处在筹码密集区中枢0.68美金附近做横盘整理震荡。震荡之后，我们看到突然的暴涨，让它出现了涨幅高达300%以上的一个快速拉升。快速拉升之后，随着比特币的调整 ，BL 出现快速学习。那么学习之后，目前所处的位置是日线级别200日均线和169均线附近，这个位置上重新构成筹码密集区。我们认为动能较强，并且之前有过长期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币种，容易在当前比特币震荡过程当中，比特币反弹过程当中出现新的机会。因此呢，在止跌于169均线附近的 BL， 目前它的机会重新出现。那么今年出现了2个板块都是新的板块，一个是铭文板块，这个我们在 AVE 平台上看到了这个板块，同时呢还有314也是一个新的板块。那么作为铭文板块当中龙头老大 ORDI 奥迪曾经有过一个接近100美金高点的一个快速拉升的过程。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在日线级别上 ORDI 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价格打对折之后的一个走势。那么这样的一个走势是在它之前形成高位横盘震荡整理之后出现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高位横盘整理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跌破收敛三角形之后出现了一个巨大阴线，出现了日线级别的下跌细由。日线级别下跌细由完成之后，在5月3日这一天 ，ORDI 走出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对于这个悟空阳线，我们认为只要不跌破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我们可以看到悟空阳线的开盘价是35美金不跌破35美金，日线级别没有阴线跌破35美金的话，我们认为 ORDI 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日线级别下跌细由之后做日线级别反弹细由的一个对称性的上涨动作所以呢 ，ORDI 在目前是落后于比特币的，这里面应该给予关注。同时呢，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提到的 BNB 是平台币，我们认为这段行情 BNB 相对于比特币是强势的。这里的强势原因是在它突破了0.009这样的一个筹码密集区。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我们认为是 BNB 和比特币的一个牛熊分界线。那么突破这里之后，目前进行了回踩。回踩之后呢，我们认为 BN 平台还会做很多 Launchpad 这种动作呢，容易让很多资金通过山寨币进入 BN 平台，山寨币、次新币上涨之后的回落过程当中，资金回到 BNB 通过 BNB 和山寨币的交易对重新回到 BNB 上来。因此呢 ，BNB 我们认为是在这轮牛市当中有非常重要机会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日线级别 BNB 始终处在日线级别的一个箱体震荡过程当中。在这个箱体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上方已经出现了4次的等位置波峰，这里面符合了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虽然呢4次等位置波峰出现了回踩在第4次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回踩，但是我们依然看到 BNB 目前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强势。那么这个箱体不跌破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它的上边线上边线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但是呢，这个上边线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个收敛三角形一旦接近近焦点区域之后，容易发生变盘，容易造成突破。最终呢，在江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的指引下容易出现新高。一旦出现新高，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将会看到 BNB 将会走出第2轮周线级别上涨细由的悟空阳线，从而上方继续往上推，走8阶阳线、沙层阳线、唐层阳线，走第2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由。我们可以看到 BNB 它的盘整时间是在21年5月。盘整至今已经长达3年，3年震荡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收敛三角形突破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144均线突破之后，进入到了一个超级大牛市的行情当中。那么这轮行情，我认为 BNB 是非常有机会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